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别造谣诚意崩盘了，开年丢13个代言，真相是合约到期。诚意开年所谓丢13个代言，根本不是商业价值崩盘，而是10年经纪合约到期引发的正常商业洗牌。事实上，2026年1月，他与欢瑞世纪的经纪合约到期。这种时间节点往往会触发一轮集中性的合作调整，像雀巢颐养、祖马龙、斯塔福等品牌合作自然到期未续约，是典型的周期结束，而不是所谓的被品牌抛弃。更关键的是，多家品牌客服的反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：合作是友好结束。相关产品在统计中依然计入艺人带动的销量，这一点在业内并不罕见。代言关系结束，不等于商业效果被否定。换句话说，商业合作有开始也有结束，时间到了不续签，本就是常态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结束之后发生了什么。合约到期后，诚意成立个人工作室，这一步意味着他从原有体系中抽离，开始重构资源结构。在这个阶段，就代言集中退出，反而是一种更高效的清仓式调整。与其零散续约，不如统一释放，再根据新定位重新匹配品牌。这是很多艺人在转型期会采取的策略。如果用结果来验证这一点，那么4月的表现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他官宣成为战家首位全球代言人，24小时内全渠道销售额突破4000万，环比增长达到数倍级别。与此同时，与 GAP 的合作也在短时间内拉动销量登榜，形成明显的市场反馈。这些数据说明的不是回暖，而是持续有效。当一个艺人的带货转化依然稳定，甚至在新合作中迅速放大，就很难用崩盘来解释。再往深一层看，商业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结果，代言数量只是表象，更核心的是受众结构与转化能力。有业内数据指出，诚意粉丝中相当比例集中在25至45岁的消费主力区间，这类人群决策能力强，复购率高，对品牌来说，比单纯的流量曝光更具价值。因此，即便代言数量阶段性减少，只要核心人群稳定，商业基础就不会动摇。而真正决定长期商业价值的，始终还是作品。近2年的项目表现本身就构成了它的底盘支撑。比如长安24季在平台端创下广告时长纪录，说明其商业承载能力。富山海被视为高潜力 IP， 则意味着市场对其后续转化的预期。再到待播的两京15日，在未开播阶段就积累了稳定关注度，这些都属于前置价值。当作品具备稳定输出能力时，商业合作往往是跟随发生的，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指标。所以，把13个代言到期解读为负面信号，本质上是把一个阶段性的节点误当成趋势判断。更合理的理解应该是，这是旧合作周期的集中收尾，也是新阶段资源重组的起点。在娱乐行业里，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清零，而是停滞。前者意味着有空间重新布局，后者才代表失去主动权。而从目前的节奏来看，诚意显然属于前者。在完成一轮调整之后，用新的合作与数据迅速填补空档。说到底，短期的代言数量起伏很难定义一个演员的商业高度。真正决定位置的是作品积累、受众质量以及在市场中的持续转化能力。